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妙丽，欢迎来到我的频道。今天我要跟大家介绍我冥想了6年，我产生了哪些变化。我之所以会想要跟大家分享这一个主题，是因为我昨天突然接收到了一些讯息。我冥想了这么多年的时间，我已经可以逐渐感应到一些蛮神奇的事情。在传统上，很多人可能都会认为冥想是一个宗教的活动，就像是僧人跟和尚他们在寺院里面打坐修禅，大家可能会觉得是为了要成佛啊，或者是要去修行才会冥想。但是近年来有越来越多的医学跟科学证实，冥想是有助于身心健康的。现在是我冥想的第6年，然后我可以发现我的身体有产生一些蛮神奇的变化。我昨天也是突然接到一个指示，我觉得 maybe 是上天，或者是我的高我，或者是外星讯息。就是我突然接到一个讯息说，我好像应该要讲这一个主题。我共列了15点我这几年来冥想所产生的变化，虽然用镜头可能会没办法去展现我所看到的事情，但我会试着用语言去解释给你们听。首先，第一件事情是更清楚自己的想法，更知道自己要的是什么。也许我身边的朋友会知道，我前一份工作是在一间知名的公司担任资安顾问。对于当时我的工作，我算是相当满意的。这一份工作是一个我能力可以达到，而且我身边的主管同事大家人都很好很可爱。对，如果现在有我的前同事在看这一支影片的话，我爱你们。我就是某一天突然想到，我好像不应该再继续这样生活。我就突然觉得这好像不是我的心想要去的方向。那时候会突然有一个想法，觉得我好像更渴望有创造力，因为当时其实大部分我都是去执行别人的任务。我觉得我的生活已经变成很机械性的接受任务、执行任务，却少了一些创意。我大概做了快要1年左右，然后我就去跟我主管说我要辞职。我觉得我好像想去更追求更贴近心的东西，更贴近我灵魂渴望的东西。这是第一点，我更清楚自己的想法是什么。第二点，我发现我可以更以一个观察者的身份去观察我的情绪。我做的比喻好了，我的身份就像是我扮演的一个角色。我在前公司可能就是在扮演一个资安顾问的角色，我现在在扮演一个 YouTuber 的角色。我可以从这个工作的情绪中抽离出来，然后不会把每一件事情都看得那么重要。举例来说好了，就是我觉得我们在工作的时候难免会受到一些事情情绪波动，例如说我做事情有一点小失误，然后我的心情会受影响，或者是客户对我的态度不好，我的心情也会受影响。但我发现当我有在冥想的时候，我是比较能够抽离，然后以旁观者的情绪去观察我自己。我发现当我去从这个情绪抽离出来的时候，我好像就没有那么难过了。我发现当我冥想了越久，我这种抽离的状况就越来越多。我开始越来越不把现实生活中发生的事情当成一回事，一切对我来说都像是过往云烟一样，就像是我坐在屋内，然后看着窗外的车，他们就只是经过而已，他们不会真的去进到我的心里。第3点也是我觉得还蛮神奇的，就是我很常看到天使数字，很刚好，就例如说我手机一拿起来就是1、2、3、4、4，对，然后还有搭 Uber 的时候，我会叫到一辆车牌是8888的车。天使数字通常都是高灵或者是天使，他想要带一些讯息给我，去暗示我现在的生活的转变。例如说，可能是要提醒我去更加探索自我啊，或者是提醒我的人生应该要更往前一个阶段了。对，如果我之后有机会的话，再介绍一集就是跟天使数字有关的。第4点，眉心胀胀的，还有偏头痛。对，这是比较 physical 的现象。我发现有一些人，他们冥想到一个程度，他们会开第3眼。对，然后有些人会经历眉心痛的阶段。我虽然没有眉心痛，但是我可以感觉到我眉心这里是有一股能量的。我是真的可以感受到能量的流动，因为我长期冥想，所以我松果体非常的
非常的 active， 对，所以我可以感觉到眉心这里有一股力量，然后它是往前冲的。但是其实我在整个冥想结束的时候，我的大脑又会呈现一个阿法波非常放松的状态。在第5点，超敏反应。我说的超敏反应是比敏感反应还要再更敏感一点，就是其实我知道我本身就是一个高敏人。我对于身边周遭的事物，就是存在一种比一般人还要更敏感的感知力。当我冥想到一个状态之后，我就会更细微去感受到身边的事物的变化，例如说任何细微的声音，又或者是温度的变化。就我发现，其实我对于这个世界看的角度好像不一样啊，然后我感受力又变得更强了。第6点，直觉变强。我发现啊，当我冥想之后，我好像更依照我直觉生活。我之前有看过一个研究，是说我们用脑袋经过思考所做的决定，最后有80%以上都会跟用直觉做的决定是一样的。我觉得我现在就是在过一个非常直觉型的生活。我觉得在过去，我是一个非常有计划、有安排的一个人，感觉一切都是要依照我的计划走，我才会达到我的最终目标。我现在会更偏向用直觉生活，感觉像是我会有一种无形的力量推着我走。我用我的直觉生活的时候，我会知道我什么时候该做什么事，就是我内心会有一个声音给我这样的指示。我该休息，我就会去休息；我该工作，我就会去工作。做事的效率往往跟人身上的能量有关，就是当我能量低落的时候，我效率自然会不好。那我看到我效率不好，我情绪也会跟着低落，所以这其实不是一个很好的循环。但我发现我跟着我的直觉做事的时候，我产出并没有比较少，我觉得我的效率有越来越提升，因为我就是随着我身体的能量流，然后我有一个直觉，它会去指引我什么时候该做什么事。对，然后我觉得现在的生活轻松很多。再来第7点，我觉得这个世界变得很高画质，有点像是我们在看影片的时候，从原本的 HD 变成4K 的感觉。然后这个世界的画素提高，色彩变鲜艳。然后我现在就很享受看这个世界。包含说街上的行人，他们脸上的微笑，然后还有阳光洒下来，然后还有每一片树叶他们在摇曳，然后他们清脆的声音，我觉得我是非常的全然的享受在当下。我好像是以一个更慈悲的视角去看这个世界。第8点，我最近开始做一些噩梦，还有很真实的梦。一开始我做这些梦的时候，他们都是非常可怕的内容，可怕到我从来没有想过为什么会梦到这样的梦。像是有一次我梦到，那时候我好像是穿梭到异世界，然后那时候我是搭车要去以前的高中，我搭车搭到一半往窗外一看，然后我发现不得了，就是我看到血肉模糊的一双腿，然后没有身体，好像是从山上滚下来的一个登山者，然后他的2条腿就在那边，然后旁边有大概3、4个人在哭，他们就说啊，为什么会这样？这真是太悲惨了。然后我那时候觉得非常害怕，到底是发生什么事？然后我还梦过尸体，就是被截成两段的尸体，然后那个尸体是我小学同学。就我看到他的上身跟下身是分开的，然后分散在2地，然后他脸色铁青，就是已经死掉，然后躺在那边，然后还有电锯杀人魔啊，对。然后前几天我有梦到战争，我梦到我身处在一个战争里面，然后有一个阿兵哥，他拿着2把刀，他要疯狂的要刺杀我。我那时候就是我从手边捡来1把刀，然后我就是开始跟他铿锵在防御，然后我发现他就是一个动作，然后划破我这里一块，然后我血又从这里流下来，然后我就吓到醒了。通常做这种梦，我都是哭着醒来。然后还有一次，我是梦到我在一个河室里面冥想。我冥想的时候，我的身体就开始往上飘起来，然后有一个不明的外力把我往窗外带。然后我希望我可以快点下去，然后我就开始念经。我开始念大悲咒，我发现我上升的速度有稍微减缓一点，可是还是不及那个外力的力气把我压在窗边，然后一直动。
在同一个梦境里面，后来我遇到了一个阿伯，就是我一样是漂浮在空中的状态。然后我遇到一个阿伯，那个阿伯又跟我讲说你要念佛陀经。我这几天在研究说佛陀他在开悟的时候经历了什么。我做这些梦的时候都会做异常久的时间，像我以前的睡眠时数可能是6个小时到8个小时左右，但最近我不管怎么样都没办法醒来，即便我设了一整排闹钟，我觉得我像是被困在梦里了。然后有时候会有一种被鬼压床的感觉，就是我会觉得我全身都像是铅块一样重，然后我想开口，可是我没有力气。对，就是其实还蛮可怕的。但是我现在会觉得这些梦对我来说好像是另外一个世界，所以我会称它为是另外一个现实。而且在那个现实，我是有一些力量的，然后我觉得我在那个世界就好像是要修行一样。好，然后在第9点，改变饮食。我平常对于火锅、烧烤、烧肉这些我都是不避讳，甚至还蛮喜欢的。但是有一个突然的瞬间，我觉得我好像想吃清淡一点，所以就这几天我开始吃一些水煮的食物，水煮蔬菜啊，水煮鸡胸肉啊之类的。其实我们吃到的东西都是有能量的。例如说我们吃的猪啊、牛啊，它们的能量都是会被我们吃进去了。他们在生前有没有被虐待，在生前的时候情绪好不好，我们都会或多或少受到这些能量的影响。第10点，进入其他的维度。如果是0维的话，就是一个点；如果是1维的话，就是一条线；2维的话，就是一个平面；然后3维的话，也就是我们现在处在的这一个世界。然后上面还有4维、5维、6维、7维、8维的东西。然后4维比3维的话，其实就是多了一个时间轴的概念。比较低维的生物去看高维，只能够看到片面。例如说，我们把一个圆柱体用投影的方式投影到墙上，变成一个影子，我们只能看到这个圆柱体的片面。例如说一个圆形或者是一个长方形，就像是昆虫，它们在2维往3维一看，他们只能看到投影。那我们身为3维的生物去看4维也是一样，我们可以看到过去跟未来的片面，但是我们看不到它的整体。过去跟未来存在吗？其实它们是存在的。我还有看到我的前世，其实每一个人的灵魂都可能是已经投胎转世过几千几万次了。我灵魂在几千万年前 maybe 是来自外星球，当时在那个星球上面啊有发生战争，我当时是一个战俘，然后后来是因为战争结束，神才把我们这些灵魂送到地球来。至于来地球是什么样的物种，这就不一定，可能是因为灵魂经过很多代的更迭之后，我们才演化成现在人类的样子。第11点，我会觉得我好像生活在梦里，一切都是谎言，一切都不重要。我会觉得这个世界是一个巨大的幻象，我们看到的世界也不是真实的世界，然后我所看到的我的肉身也不是代表真正的我。我会有一种我在梦里的感觉，这很奇妙。就是我在梦里的时候觉得我是在真实世界，但是我在现实世界的时候又觉得我好像在做梦，一切都很不真实，然后有一种飘飘然的感觉，但又觉得这种感觉非常的舒服，也许还蛮接近正念的感觉。第12点是我可以感受到能量流，就是我可以感受到一个人身上散发出来的能量是什么形状，人跟人之间是有能量的流动的。有些人个性可能是比较内敛，那他们的能量流可能就是会比较包覆在全身，然后他比较没有那么张扬。那有些人可能就是看起来非常的 energetic，然后我就可以看到他强盛的能量，然后还有别人的意念传来的能量，我也可以感受到，像是一个人对我的善意、恶意啊。然后还有前几天我有做一个小小实验，就是我叫我男友他跟我指尖碰指尖，对，然后我要他心想我爱你，然后我又说我可以感应到，我过了1秒钟之后，我就说你不要怀疑，你就想这件事就好。然后他就吓到，然后他心想我怎么会知道他心里有怀疑？然后我又说因为你的能量可以感应到，对，所以我可以感应得到这些意念传达给我的能量是纯然的爱跟喜悦，还是它有混杂着其他的东西？共识性巧合，在同时发生了一件让人难以置信的巧合，你不敢相信，哇，这件事情怎么会这么刚好？
举个例好了，就在上个礼拜。因为我最近开始经营我的 YouTube 频道，那时候我真的是一个念头闪过去，我心想，如果有在这个 YouTube 圈子的前辈，可以给我一些建议就好了。例如说 A YouTuber， 对，然后这个 A 先生呢，他是一个马来西亚人，结果你知道发生什么事吗？他隔天就马上发现是说他要在台湾举办见面会，我那时候吓到，天哪，这也是太刚好了吧？我前一天才刚想到，然后他就要来了，超神奇。第14点是性格转变，有的时候我会不太像我，就像是原本我可能喜欢热闹，人多的地方可能会给我能量，但是我现在反而是一个更喜欢独处的人。我觉得独处的时光可以带给我很多能量，可以让我自己充电。我生活模式有非常大的改变，有时候我会觉得我不是我，我只是一个意识的集合体。然后我的肉身，包含说我的头、我的身体、我的手脚，都不代表完整的我。完整的我可能有包含我的意念跟意识，然后还有我的灵魂。这我要顺便讲到我的第15点，世界观改变。我会觉得我不是我，然后我的灵魂是可以永恒存在的。我死了之后，我的灵魂还是会继续存在，然后带到下一世去进行下一世的修行。我觉得现在我在面对烦恼的时候，似乎可以去超脱这一个世界，用意识去带我在另外一个世界得到一些解脱。以上听起来像是一连串的神奇故事，但是这是真实发生在我身上的经历。我想一定会有观众看到觉得不相信，但其实已经有很多人都已经有开过第3眼。我个人认为我是还没啦，就是我可能是要进入下一个维度，我正在开启我第3眼中，然后有这些征兆，但我还没有完全开，因为据说开了第3眼之后可以看到一些高灵，像是守护神啊，或者是独角兽之类的。对，但我想跟大家分享，我用现在的这个意识去生活，真的比以前还要轻松很多。以上是我的个人分享，如果有想听想聊的话，都欢迎在下面留言告诉我。如果觉得我影片对你有帮助的话，别忘了按赞、留言、分享、订阅、开启小铃铛，这样你才不会错过我其他影片。我是喵里，谢谢你收看我频道，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It's RSM.